今天我们要在苏州吃138元一份的时令3虾面，还要体验苏帮菜的魅力。从第一名菜松鼠桂鱼，到时令鸡头米田羹，从江南风味的清炒虾仁，到酷似东坡肉但味道很不同的酱汁肉。看看这一桌苏帮菜的价格味道怎么样？来，第一家，同德兴店长推荐丰盛大肉面3虾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装修很古色古香哦，好像是置身在园林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双人套餐198元，同时可以吃到丰盛大肉面和3虾拌面的，198元2碗面。哦，哎，好像单独买一块肉也没有很贵。我其实可以要一个你们的3虾面的套餐，就是130元。然后呢，我丰盛大肉面的话，我如果直接点一个白汤面底，再加一个大肉的浇头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对的。这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汤底，汤是微黄的，这在苏州面里面叫白汤底。这一块就是丰盛大肉了，哇，你看这个肉，看到这个皮冻感了吗？这汤感觉很清透。先尝汤，超级鲜啊！这个汤里面带了点酒香，这个酒香不知道是汤底本来的酒香，还是这个丰盛大肉，因为丰盛大肉是用酒酿的嘛。有酒糟的，不会到10月15号过后就是普通的白焖肉，没有这种的了。得把这个肉焐进去，等它烂了之后再吃。对，它是冷切肉，它遇到热的它就化开了，然后你才会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咱们先吃面。面都没有。我好喜欢苏州的面啊！就它真的很清爽，它不像还没有吃过的任何一种面，它没有那种很软烂的感觉，带一点脆，带一点嚼劲。这种面的劲道，又有粉的清爽。听您的清炒碧螺圈啊！好，感谢感谢。哎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吃面吃得这么快过哈。哇，看看肉肉。已经完全软掉了，咚咚的。它那个皮儿啊，跟果冻一样的，呲溜就化掉了。那个肉已经是软烂，带着微微发酵的酒香，夏天太友好了，感觉很解腻。这为什么叫丰镇大肉面嘞？它丰镇其实不是一个行政区啊，它其实就是苏州城西的枫桥镇，就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枫桥，就那个地方的某一家面馆发明出来的大肉面，苏州白汤面，阿苗很满意。再尝一个它的红汤面，咱配一个响油鳝丝。咱现在是红汤面底，再加响油鳝丝。老规矩，先喝汤。哇，这个也好喝哎，是比白汤底要重一些的，用的古法酱油，所以是浓浓的酱香。刚才小姐姐说，把我们的浇头浇上来就叫盖浇，如果我们直接吃浇头呢，就叫过桥。我们先过个桥啊。好吃的，苏州的响油鳝丝和上海的口味还真不太一样，没有本帮菜那么浓油赤酱，刚入口呢甜甜的，尾调呢带点胡椒粉味，典型的甜猪头咸收口，没有阿苗想象中那么甜腻，是一种鲜甜。尝一下面，面应该是同一种面，口感非常的清爽劲道。裹满了红汤之后呢，
整个口感是比较咸鲜一些，而且这种苏式咸鲜酱香的调味啊，非常的适口。这边老苏州吃面会用点醋泡泡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个姜丝切的好细啊！口腔到喉咙，很辛辣。现在得一口面给我垫垫，来。下次跟面在一起吃也很好吃，下次你们也可以这样试一下。等于一碗面吃了2种风味，这一套哎。对，三虾面它就是泡的虾子、虾脑、虾仁儿。这个是虾脑、虾仁。哦，就是这样给它拌匀就行了。哇，然后这个汤单独喝，跟刚刚的汤又是不一样的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这就拌好的三虾面哈，虾仁、虾脑，还有上面这一点麻麻的这个是虾子儿。这个套餐是138一份，这个是应该是苏州第一的面啊，不知道这个是口味还是指价格哈。一口。他们家的面条做拌面更劲道了，很油润，一点都不噎。虾仁，这小虾仁，一口一个，Q 弹软嫩，长得虾脑，跟蟹黄很像，是高铁。哇，都好香哦！这里这一碗估计有20、15、16、17、18、40、50个虾一碗面，哇，138。你们觉得这价格怎么样？这个是太湖流域湿泥地里面长的一种香青菜，来尝一个。甜甜酸酸的，特别像我们那边那种酸菜，但是要更甜一些，这个很开胃。然后这边是新鲜的莴苣笋，好脆，喝口汤，哎，带点蛋丝儿。汤很清，味道很香。最后来个桂花糕，桂花也是桂林的市花，也是苏州的市花。朋友们可以在苏州尝桂花糕，也可以来阿喵的老家桂林尝桂花糕。给大家看看这一口面的含金量哈。而且三虾面是个时令面，每年的5到9月份，10月份开始上的就是三蟹面吧，就是蟹黄、蟹粉、蟹膏啊。哎，最后一口。哎，小姐姐，哎，小姐姐，你好。今天我看你对面条也是真爱，一口气吃了3碗面了。然后呢，给您上个1两的酸汤面尝尝。这个也是咱苏州的面吗？贵州凯里的红酸汤和新疆的西红柿熬制的，我们同德兴研制的这是我们的招香鱼块。如果错过了10月15号，可能这一款也吃不到了，所以说也让您尝尝。哇，太感谢您了，小姐姐。这个是要放进去的吗？可以单吃。我感觉今天我也有不到位的地方，早知道你对面条这么真爱的话，甜面应该不给你上3两面。啊，所以咱们这个面是可以要少一点的，是吧？如果对，像比如说胃口小的，他基本上可以选择1两或者2两。像小宝宝的话，我们会给他选择儿童面。确实好吃啊，我们都吃完了。先喝汤。它入口虽然是一种酸辣，但它的酸和辣都好轻哦，特别的克制。尤其是那个酸呢，是那种很新鲜的番茄酸，一丢丢的辣味。贵州的红汤啊，来到了苏州，它都变得好像收敛了脾气一样。我觉得他们家也挺敢创新的哈，找一个这么辣的汤底来改良成苏州人要喝的这种红汤底。这1两面也蛮多的呀，你看看这1两面，这今天咱们的第10两面哈。真的像在蘸水吃一样，又是另外一种风味。这种红红的汤汁挂在面上面，吸起来是非常爽的。再尝一下鱼，它上面还有鱼冻，这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可以啊。好咸。
为全是那个鱼汤的结的那个垢嘛。来吃鱼吧。哎，鱼肉好吃，那种酒糟的味道。鱼肉就是香，很细腻，很柔软，像米糕一样。这是不咸的，直接吃就可以。今天咱们来的这一家是30年的老面馆，我们自己一共是点了3份经典的面啊，白汤底配风正大肉，红汤底配响油鳝糊，还有一个经典的3虾面套餐。如果你只能吃一个面的话，有考虑性价比，那你可以去尝一下风正大肉面。大家能吃2个面的话嘞，那建议就一定要试一下这个3虾面。吃面的话，我觉得还挺讲究的，就不建议大家白汤底去配红的浇头，可能吃不到最佳的那个口感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尝尝苏帮菜，就是这里了，协和菜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咱们这是一老馆子啊。老馆子。在这里整整30年了。哦，在这儿有30年了。已经在西门的时候几10年，总共开了40年了。看看你们家获的奖牌。这个就是活的一条桂鱼啊，必须要达到1斤6两到1斤7两。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在260度凉上来，让它油温降低一下，降到160度的左右，第2次再下去。哦，还要复炸？那当然，这叫微脆里嫩。番茄酱、糖，好。看着跟杭州东坡肉很像。东坡肉是一种象牙色，叫东坡肉。我们这个是玫瑰红。苏帮菜有个特点，要趁热吃。我们姚老板很敞亮，不让我们后厨拍，随便拍。但就对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这个菜得趁热吃。咱们杭有西湖醋鱼，苏有松鼠桂鱼。今天尝尝松鼠桂鱼哈，小小口啊。这鱼肉质很嫩，按照忍不住要跟西湖醋鱼做对比哈。西湖醋鱼一入口呢，觉得非常鲜美；松鼠桂鱼一入口呢，感觉非常开胃。这酱汁酸酸甜甜啊，它不是醋，是番茄炒出来的，所以它的酸味是带点果香的。这一家是40年的老馆子哈，老板坚持用的是桂鱼，好像听说有些菜馆用的是鲈鱼。这个桂鱼的肉质啊很嫩，那松鼠桂鱼的刀工好厉害哦，骨头全去掉了，就剩下肉。我要不是做美食博主，这个菜我以前是不会吃的。我特别讨厌这种酸甜口的菜，但苏州这个松鼠桂鱼的酸甜口真是恰到好处，难怪这是苏州的一个国宴菜啊。咱们今天吃这个松鼠桂鱼啊，其实在历史上早有记载，可以追溯到了隋朝的时候。当时隋炀帝啊南下到扬州，也苏扬是一家嘛，他在那里吃到了松鼠鱼。不过当时的松鼠鱼呢，兄弟鱼做的，做出来的形状呢跟现在其实差不多，就是把那个鱼肉切好之后啊，炸得像蓬松的松鼠小尾巴。那今天咱们吃的这个桂鱼呢，是到清代才定性的，而且到清代呢，桂鱼也不是简单的翻炸，而加入了这种酸甜汁做的酱汁浇上去。听说当年乾隆吃了都说好，龙心大悦啊！今天安喵也喵心大悦，168一份。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？吃了松鼠桂鱼，要喝点茶漱下口，吃一个清淡的清炒虾仁。哇，新鲜手摸的虾米，好 Q 弹哦！蘸了醋啊？你们要蘸醋吃？来一点醋啊！少放一点。我放多了是吧？你再玩一下太冲了，再加点虾。这醋加一点点之后，这个虾仁的鲜味会更鲜一些。试一下这个酱汁肉，我又想到了杭州的东坡肉，煮的也是软软弹弹的，冰糖跟番茄熬出来的，难怪很清甜。对，你看这个红烧肉，
熬的嫩的，哇、甜，鲜咸甜，皮入口即化，吃果冻一样，呲溜一下。这个我觉得小朋友肯定会非常喜欢。哦，你们这个还不只是个红烧肉，它是个肉排。你看苏州、杭州离这么近，同样处理五花肉，两种完全不同的风味。我觉得这次江南之行不虚此行。再来一个时令的苋菜。吃了这么多大肉，吃点青菜可以清清口。其实重点的是这个鸡头米，这是苏州时令性的水八鲜之一。一勺，好好吃哦！哇，里面加了桂花，满满桂花香。鸡头米煮熟之后呢，就比较有弹性，比较有嚼劲，果然比生的好吃多了。这个菜好像就这2个月有啊。这个晶莹剔透的就是藕粉，这个小甜品真的是绝了。我们2个人是为了给大家展示，所以点的比较多，一共是点了328，5个菜哈。大家来如果人少，只能点2、3个菜的话，必吃的松鼠桂鱼酱汁肉可以来一块。这个鸡头米田羹如果待会儿还有的话，我也觉得可以。第一次尝试苏帮菜，在个40年的本地人推荐的老店，感觉很不错。